为什么在某些情境中，即便是最正常、最普通的人，都可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那么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谈一个比从众的行为还要更严肃一点的我们所谓的 obedience， 就是服从对于权威的服从。那么社会心理学家为什么会对这样的议题感到浓厚的兴趣或者说也被他困惑了许久？那主要也是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见证到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种族被灭绝、会被屠杀的这样的状况。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比如说德国纳粹希特勒的这个手下，会这样子的，好像非常近乎盲目的服从希特勒的权威，执行他这种灭绝种族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尤其是像当年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叫 Adolf Eichmann 那么他就是总策划、总执行人来做这样的集中营还有迫害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实际上后来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比如说这个一个著名的社会哲学家这个 Hannah Arendt 他的研究他其实他会说出来一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惊讶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像 Eichmann 这样的人那么盲目的服从这个希特勒的那个命令，他可能本身就跟希特勒一样，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这种所谓是恶行的这样的想法呢，或者很扭曲的价值观里面。但是实际上根据 Hannah Arendt 的这个研究呢，发现说其实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从他的背景来看的话，所以我们这位社会哲学家 Arendt 他的这个下的结论说，即便是在某些的特殊的情况之下，即便是最普通、最看起来正直平常的这样的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罪犯这也是再一次的呼应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社会情境对于人的行为的这个影响那么为了进一步深入的去探讨说，到底这种 obedience 这种服从权威的行为是怎么样产生的，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我们就要谈到在60年代的后期、70年代的初期，一位重要的学者在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 他的这个实验。那他的这个实验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点简单的影片来介绍。他实验的内容是假装说你来接受这个心理学家的这个征求，那么进到这个知名的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系那么来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呢是想要看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惩罚性的行为就是主要指的是电击来增进我们这个参与的受试者他的对这个字词的这些学习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That is incorrect. This one will be 195 volts. The learner was hidden from the teacher by a partition. Dance. Of course, this was all a simulation. Nothing was really happening. But the learner made very convincing sounds of pain as the shocks increased. This will be at 3:30. And Milgram found, surprisingly and rather horrifyingly,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ould actually go right to the very highest level if there was some pressure from a man in a white coat who said things like,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you continue. Continue, please. Let me out of here. My eyes bother me. Go Let me on. out. Let me out. Responsible for it. in fact, about 65% of the people who he studied, who were normal volunteers from the ordinary population, actually gave the maximum number of volts. This man was one of those 65%. This one will be 195 volts. The correct one. Let me out of here. Slow. Let me Dance. out of here. My eyes bother me. Let me out of here. You have no right to keep me here. Let me out. Let me out of here. Let me out. Continue, please. Let me out of here. My eyes bother me. Let Go me on. out. Let me You're out. responsible for it. Red. That is incorrect. This will be at 3:30.
The correct phrase is rich Let me out of boy. here. Let me out of here. My heart's bothering me. Let me out, I tell you. Let me out of here. Let me out of here. You have no right to hold me The here. next phrase is Let me fast out. Let me out. Let me out. Let me out of here. Let me out. bird, Let me car, out. train, plane. Eventually, the learner pretended to be unconscious. Continue, teacher. That is incorrect. This will be 345. 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每当这个所谓的受试者或者学习者应该是说那个所谓的学习者当他犯错的时候，那么这个参与实验的受试者这些施予电击的是真正的参与实验的受试者，他们实际上并不知情了。那么他们就会增加电极的这个强度从一开始无伤大雅或者是危害很小的15伏特，一路到非常危险甚至打上3个叉叉叉，表示极度危险的450伏特那这个是一个从没有怎么样的情况到 extremely danger 到非常的这个危险的这样状况。结果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资料这是当初没有管他的这个发现，至少有2/3，也就是65% 这些所谓的实验的参与者他们在施予这个电击来惩罚所谓的这个学习者，大概有2/3的人会一路的就是接受实验者的这个要求，继续的这个电击到最强的这个强度所以到了这个大概在300伏特之前，几乎所有的这个受试者都会同意那么在接下来，有些人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说我拿这个电击去电另外一个无辜的人他还有的时候还会发出尖叫，好像很受不了这样情境。但是另外还有2/3的人会持续下去那继续把这个电拉到这个最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一个实验的这个结果，让我们看到说人们在一些情况之下会近似好像一种盲目的方式来去接受权威的要求，做出服从的这些行为即便这些行为看起来是对一些无辜的人造成了一些伤害那哪些因素可能会去影响这些服从？包括这个监控这个监控的指的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些实验的受试者越他不在实验者的身边没有直接的接受到控制的话，那么会减低他的服从的行为。第二个是我们讲的 buffer， 也就是缓冲的这个距离。如果你身为这个施予电击的这个受试者，你跟那个学习者越接近的话，那你越不忍心对他施电击。但是如果你们越远离越隔了好几层，然后他在别的房间你看不见的话，你就会越有可能去接受权威施予这个电击另外就是说角色模型，也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人在适当的一个时间点站起来说，我不愿意再继续这样的实验像是违反这个或是违抗这个权威要跟这个权威来做出不同的这个意见的话，那有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可能让你这个受到要服从权威的压力会变小你也可能也会跟着做出不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服从的这个行为里面，它是一个渐进变化的一个状态。这渐进变化就是说其实很多真正不服从的人，他会是一开始他就不服从。那如果那些服从的人是什么？他会觉得说，一开始这个大概是无伤大雅，这个样的实验应该不至于对对方伤害太多嘛。等到你继续做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要去承认这里错误很难，而是继续下去这个不太好的行为，相对的容易许多。这就会使得说我们展现出来到了最极端的这种服从的行为这个 Stanley Milgram 也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服从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是因为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它的经常我们如果要共同的这个生活或者是团体的生活的话，那么要能够维系团体生活的和谐，大概不可避免的我们会要有一种规则建立起来，或者有一种权威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去服从这些权威所提出来的这些
要求或者指示，包括可能是家里面的父母、学校的这个师长，乃至于你到工作的岗位上面，你的上级的单位或者是你的上司等等哈。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意识或者是价值观上面的一个正当性啊。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学校的这个融洽，或者是工作上面的这个顺畅等等哈。那么在这个Milgram他做的这个实验里面，他其实是用了所谓为了科学研究的这个重要性啊。那大家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价值观所出发，这个权威的这个要求，那我就只好乖乖的这个服从。那在这边呢，我们想请同学来分享一下，在你个人自己的生活体验里面，不管是你家庭的长辈，或者是学校的师长，乃至于说如果你有工作的机会，你的上司、你的这个老板对你提出来一些要求，你必须服从他们的权威的时候，如果事后你自己的省思发现你的价值观跟他们的要求有了冲突的话，请问你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大家不妨上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这个经验。